2024年11月26号是吉普乔格中国行在东莞高驰的一次活动，我有幸能够参加与吉普乔格进行近距离的交流。虽然我曾经在3场比赛中与吉普乔格同场竞技，但是见到他的真人这是第2次，上一次还是2018年的年底，那一次是在北京，也是吉普乔格的中国行。那一次他刚刚创造了2小时01分的优异成绩。上一次的见面人数非常多，没有这种近距离交流的机会。那时的我成绩也还非常差，没有现在的这种训练和体会。2018到2024，我想我和吉普乔格都是在训练中度过，在努力的生活、努力的比赛中度过。我对马拉松也有了更多不一样的理解。以前喜欢吉普乔格是追逐他在赛场上的成绩和速度，现在喜欢吉普乔格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个人魅力。所以这一次我也带着一个最近我会时常想起的问题来到了会场，期待能够获得他心中的答案。好，我们第4位用户是李博啊。李博从2014年就开始关注和追随吉普乔格啊，从一个体重超标的人一路跑到了现在全马2小时41，是不是又 PB 了？没有 PB。OK， 他其实也创办了自己的频道黑婴儿 TV， 用镜头去记录跑步对他人生的改变。那他这次也是特意从赶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他其实在提报的时候也提到了维也纳，他说在维也纳EK 跑出了1小时59分的奇迹，他的勇气和决心无声的传递给我，成为我不断向前的力量源泉。EK 你好，特别荣幸和你在3场比赛的同一个赛道，2018年的伦敦、2018年的柏林，还有2023年大雨中的波士顿。我想问你的问题是，我看了你所有的这么成功的跑步的生涯和这么多特别好的成绩，我有时候也会看我以前自己我的成绩，我有时候会在想，也许在20年、30年之后的某一天，我会怎么看我之前奔跑的生涯？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抛给EK，想看你是有没有想过在很遥远的某一天，你坐在自己的家里，想象自己以前的每一次很辛苦的训练和每一次很有挑战的比赛。I think maybe that years to come and see, and I see that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to see the whole world and see the things, getting all those these around those and run to make this world right. 见面会结束，我也非常有幸的拿到了吉普乔格的签名和吉普乔格的合影机会。见面会上他对我们问题的答案，每一个我都仔细聆听，有些我能够理解，有些我会有一些共鸣，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不是他针对我的问题的答案，而是一开始高驰的双月代表高驰向吉普乔格提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时就在4年前是什么让你选择了和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小而年轻的公司站在一起？吉普乔格说，不要忽视小事物的力量，小事物就像一把小小的钥匙，钥匙能够开启一扇更大的门，门后面呢可能有一间更大的房子，而房子后面是更大的世界。当初高驰就像一把钥匙，一粒种子，现在我们看到了门后面更广阔的未来。我想这句话不仅仅是说给高驰，而是说给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每一个普通的跑者。有的时候我跑在赛场上，我发现我很慢，周围的人都很快，我发现我跑很多步也看不见下一个公里的公里牌。但是这句话让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会想，我就是他口中的那个小事物。也许我的这个小事物在我的一场比赛中获得不了什么大成绩，但是这一场比赛的体验，一场比赛的努力，一次训练的付出，都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见面会结束，我们前往了高驰的工厂，这还是我第一次参观一个电子产品的工厂，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兴奋。工厂里有些东西和我想象的差不多，有些东西跟我想象的也不一样。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几件事是，第一个，有很多质检工序要2个人质检2遍，
还有包括 GPS 信号的检测，都是一块一块的表进设备，一块一块的表检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充放电的测试车间里，看到一排排的手表在那儿闪烁。高驰的小伙伴们说，每一块手表都要经历很多小时的充放电测试才能出厂。吉普乔格还签了很多卡片，这些卡片被散落在各个高驰的产品里，谁买到就是谁的。我觉得吉普乔格在见面会开始回答高驰的那个问题，关于钥匙的看法，贯穿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无论是见面会上回答我们的问题，还是见面会之后耐心的给每一个人签名和合影，和一位员工坐在那里弄一块小小的手表，我觉得都是小事物撬动大事物的过程。有的时候今天一点点的努力，就是未来很大的一些收获。这半天给我了很多的启发，开阔了我很多的眼界，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正好当天下午要去高驰的运动实验室去做乳酸阈值的测试，我想我又充满干劲儿，下午再战。我要开始接了。